請注意，軍武版本已更新，此次加強的角色為 B2 逆蹤轟炸機。大明星 B2 又迎來史詩級加強。在傳統的防務認知中， B2 幽靈逆蹤轟炸機一直被視為執行戰略核威懾與縱深對地打擊的專屬平台。它的目標通常是深埋地下的指揮所或重重設防的防空陣地，極少與遠洋制海權爭奪產生交集。然而，在美軍最新的勇敢之盾演習中，這架飛行的黃金卻毫無預警地跨界擊沉數萬噸級水面艦艇。問題在於，此次加強外界一點風聲都沒有。當原本專精於對地轟炸的戰機突然掛載起智慧反艦飛彈，這對未來的遠洋艦隊防禦究竟意味着什麼？ B2 的目標究竟是誰？ B2 幽靈逆蹤轟炸機的形象是固定且單一的。作為冷戰時期的產物，它的工程設計目標只有一個：憑借極低的雷達截面積，無聲無息地穿透蘇聯密集的防空網，將核彈投擲在對方的戰略樞紐上。隨着冷戰結束， B2 的任務重心轉向了常規精確打擊，但它的武器倉依然是一個專門針對陸地硬目標量身定制的專屬武庫。打開它的掛載清單，你會看到清晰的對地屬性。在核威懾層面，它保留了 B61 和 B83 重型核炸彈的投放能力；而在常規戰爭中，它的旋轉掛架系統 RLA 和智慧炸彈掛架 SBRA 主要是配3類彈藥。第一類是海量的 GBU-31 或者 GBU-38 聯合直接攻擊彈藥，一架 B2 單次出擊最多可攜帶80枚獨立瞄準的導引炸彈。第二類是 AGM-158 對地旋翼飛彈，用於在防區外拨出敵方的外圍防空陣地。第三類則是為其量身定制的動能武器，重達13噸的 GBU-57 巨型鑽地彈，專門依靠巨大的物理動能與延期引信，擊穿深埋在幾十米岩層下的敵方地下指揮所。從實戰履歷來看， B2 的每一次實戰出擊都在不斷強化其對地死神的標籤。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是這架冷戰幽靈的實戰首秀。當時 B2 機隊並未在前沿基地進行部署，而是直接從美國本土密蘇里州的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經過跨越大西洋的長途奔襲，在南聯盟上空投擲了大量聯合直接攻擊彈藥，隨後直接飛回本土。這種單次任務時長超過30小時的跨洲際打擊模式，不僅驗證了其全球無縫到達的能力，更在實戰中確立了一個全新的戰術閉環。依靠逆蹤平台突防，配合衛星定位精確直飛彈藥，在單一架次內大面積摧毀多個高價值的地面固定目標。到了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與2003年的伊拉克行動中， B2 進一步演化為執行定點清除與斬首打擊的尖兵。在歷次衝突的第一天打擊中，他總是承擔着最危險的開路任務，在沒有戰鬥機護航的情況下，孤身潛入敵方縱深，精準拔除深埋山體或鋼筋混凝土下的通信中樞與早期預警雷達，為後續的非逆蹤戰機群撕開防空缺口。甚至在近年來針對利比亞等中東地區的戰術行動中，他的首要目標依然是固定在荒漠中的訓練營地與雷達陣地。在過去30年的防務工程設定中， B2 的角色是一把戰區級別的重錘，它的射控電腦、雷達模式與航線規劃系統全都是為了打擊靜止的地面目標而設計的。但前幾天的演習打破了 B2 的固有定位，跨界出道。首先，我們要強調现代火力打擊中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打擊一個深埋地下的碉堡和擊沉一艘在遠洋航行的驅逐艦，在射控邏輯上完全是兩碼事。地面的雷達站或地下指揮所，其地理坐標是絕對固定的。B2 只需要在起飛前將目標 GPS 坐標輸入彈藥，利用機載合成孔徑雷達進行簡單的地形比對，投下炸彈即可。當一艘数萬噸級的水面作戰艦艇在廣闊的大洋上會以30節的速度高速機動，要精準命中這樣一個移動目標，轟炸機不能只靠發射前輸入的靜態坐標，它需要持續獲取目標的動態軌跡，進行中繼資料鏈更新，並且掛載具備末端自主搜索能力的智慧反艦武器。而在過去 B2 的 APQ-181 雷達系統與射控匯流排並沒有整合這種複雜的反艦交戰協議。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對地物理限制，讓他在近期遠洋演習中成功針對水面大型艦艇的獵殺那麼讓外界震驚。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軍在外界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徹底打通了這架老舊轟炸機的底層匯流排，完成一次徹底的射控重構。那麼從对地大錘到深海獵手， B2 究竟換裝了什麼致命武器？這次突如其來的實彈演習又揭示了怎樣的高等級保密工程？ B2 更換飛彈究竟有多麼困難？我們把視線切入這場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的實彈演習。在最近舉行的勇敢之盾大型多國聯合軍演中，美軍安排了一場傳統的击沉演習。這次被選作靶船的是一艘排水量達到數萬噸級的退役2棲船塢運輸艦，它在廣闊的洋面上完美模擬了一艘具備高價值特徵的大型水面艦艇。按照以往的演習慣例，
執行此類遠程反艦任務的，通常是掛載着反艦飛彈的 FA-18艦載機群，或是作為常規五庫機的 BEB 轟炸機。但這一次，雷達屏幕上並沒有出現預期的非逆蹤機群，取而代之的是從高空無聲逼近的 B2 逆蹤轟炸機。在抵達預定的防區外發射陣位後， B2 開啟了武器艙門，投下了數枚 AGM-158C 遠程反艦飛彈。飛彈脫離掛甲後，緊貼着海平面進入掠海飛行模式，最終依靠末端智慧尋標器精準鎖定了靶船的致命結構並完成擊沉。這段演習畫面在防務界引發了劇烈震盪。在這裡可能會有觀眾產生疑問，在轟炸機的彈艙裡換裝一款新飛彈，難道不是很正常的操作嗎？為什麼說它引發了震盪？要化解這個疑惑，我們需要從航空工程角度來看看，把一款現代智慧反艦飛彈掛上冷戰時期的逆蹤轟炸機，絕對不是即插即用這麼簡單。它面臨着幾乎需要重塑的工程難關。首先是電子回流排的跨代排斥。B2 的底層射控架構和電子回流排是上世紀80、90年代的產物，其雷達演算法全是為了打擊固定坐標設計的。而 LRASM 長程反艦飛彈是一枚具備自主規劃航線、能實時接收資料鏈更新的現代智慧武器。要把兩者結合，就好比要把最新的智慧芯片硬生生焊接到早期的電腦主機板上。工程團隊不僅要重新鋪設彈艙內的通訊線束，更要重寫龐大的射控代碼，打通兩者之間的交戰協議。其次是嚴苛的分離測試。 LRASM 重達1噸多，從逆蹤轟炸機的內部彈艙中投放，和掛在戰鬥機機翼下完全不同。當 B2 在高速飛行中開啟彈艙門的瞬間，複雜的氣流即導致這枚拖着折疊彈翼的飛彈姿態失控，甚至反彈砸毀戰機。這需要經歷漫長的風洞吹風與真實的空投測試來驗證安全分離暴露線。這才是這次演習真正讓人感到壓迫感的地方，它的保密級別。正常情況下，這樣一套包含軟體重構、線束改造與物理空投的系統工程會留下龐大的開源資料痕跡。比如美軍在 BEB 轟炸機整合 LRASM 飛彈時，從預算審批、軟體招標到初期的攜帶測試，相關信息在公開的國防採購計劃中幾乎是透明的，整個過程長達數年。但在查閱過去幾年的公開檔案時， B2 與 LRASM 的整合計劃幾乎處於絕緣狀態。美軍通過嚴格的信息封鎖，將這架戰略級逆蹤平台的反艦改造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防務黑箱。外界甚至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明確指出 B2 已經走完了上述所有複雜的工程流程，具備了實戰能力。這種刻意維持的戰略模糊及戰術意圖十分明顯。當外界的防務評估機構依然將 B2 視為只會對地投彈的大錘，並在水面艦隊防空推演中將其排除在外時，美軍卻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突然掀開底牌，展示了一架能夠攜帶大量智慧反艦飛彈的逆蹤深海獵手。這改變了對手在遠洋海戰的部署。那麼被稱為現代神盾劍客星的 LRASM 與這架冷戰幽靈結合後能產生什麼效果呢？它們能夠適配嗎？之前我們提到，打通 B2 與 LRASM 的軟體射控協議是一項極為複雜的隱藏工程。但如果從掛載層面來看，這兩者的結合卻呈現出高度的契合。這種契合源於飛彈底層的血緣關係。AGM-158C 在立項之初並不是憑空設計的一款全新飛彈，它的彈體結構直接衍生自 AGM-158對地巡弋飛彈，兩者的氣动外形、尺寸拋落線以及物理掛載接口幾乎完全一致。對於 B2 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優勢，因為 B2 原本就具備掛載空對地距外飛彈的資質。這意味着在解決了軟體與回流排交鏈後，機艙內部的旋轉掛架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物理切割或重新設計，就能直接掛載。從載彈量參數來看，一架 B2 的2個武器艙可以掛滿16枚反艦飛彈。當一個由2架 B2 組成的逆蹤編隊出擊時，能夠在單次突擊中向敵方艦隊投射32枚智慧反艦飛彈。這種火力密度已經等同於一整個非逆蹤戰鬥機中隊的打擊當量。但搭載數量多僅僅是量的疊加，真正讓這對組合產生1+1大於2質變的是 LRASM 顛覆了傳統的反艦突防邏輯。過去主流的反艦飛彈如魚叉在飛行的最後階段必須開啟彈頭內部的主動雷達去搜索目標。在現代海戰中，這種模式存在一個盲區，主動雷達發射的電磁波就像是在漆黑的海面上突然打開了一支強光手電筒。現代神盾艦上的電子戰預警系統會在極遠的距離上截獲這道雷達波，從而提前鎖定飛彈的來襲方位，啟動防空攔截。LRASM 的設計邏輯則是追求絕對的電磁靜默。這枚飛彈配備了先進的被動射頻傳感器，在向目標區域巡弋的過程中，它不會主動發射任何雷達信號，而是像一個幽靈監聽者，全程被動接收敵方艦隊防空雷達的輻射電磁波。依靠後台演算法， LRASM 能夠主動規劃航線，精準地繞開敵方雷達的火力殺傷圈，從防區最薄弱的死角進行滲透。當飛彈進入末端攻擊階段時，它依然保持電磁靜默，轉而開啟彈頭前方的紅外成像尋標器。
這個尋標器內部儲存了大量敵方艦艇的3維輪廓資料庫，它不僅能在複雜的電磁干擾和誘餌彈中準確識別出哪一艘是真正的水面主戰艦艇，還能在鎖定目標後進行精確的弱點挑剔。通過紅外熱成像對比， LISM 可以自主選擇撞擊軍艦的垂直發射系統、雷達天線桅杆或是作戰指揮中心，以此達成用最少的彈藥徹底癱瘓一型大艘軍艦作戰能力的戰術目的。這種逆蹤平台加上被動指揮飛彈的組合，在實戰與演算法層面上正在重構遠洋交戰的法則。那麼當這套組合真正面對擁有区域拒止能力的现代水面艦隊時，它將如何撕裂對手的防空網？在现代海戰的防務推演中，不論區域拒止體系吹噓的多麼嚴密，水面艦隊防空體系的基石本質上都建立在4個字上：預警時間。過去的反艦戰術中，無論是水面艦艇發射傳統的掠海飛彈，還是依靠非逆蹤戰機，例如 F-18或 B-1B 進行防區外突防，都面臨一個痛點：現代神盾艦配備了功率龐大的主動相位阵列雷達，能在幾百公里外捕捉到非逆蹤載機或爬升階段的飛彈軌跡，這會給艦隊指揮官提供長達幾分鐘甚至10幾分鐘的反應時間。在這段充裕的時間窗口內，防守方可以從容地調動空中預警機，發射標準系列長程防空飛彈，甚至提前拋射誘餌彈。可以說，只要預警時間足夠，现代神盾艦的防空火力網是很難被單艦擊穿的。但 B2 與 LISM 的組合直接抽乾了這個時間窗口，這就是戰術推演中常說的雙重逆蹤疊加。首先是載具層的逆蹤， B2 微小的雷達反射截面積讓它可以無視敵方外圍的警戒雷達，它不需要像非逆蹤戰機那樣在距離目標上千公里的极限射程外倉促開火，而是能夠安全地穿透外圍防線，逼近至距離艦隊300-500公里的最佳發射陣位，從容地分配目標並投下彈藥。當 B2 完成投彈轉身撤離時，水面艦隊的雷達屏幕上依然是一片空白。接下來交接棒交到了飞彈手中，因为地球曲率的物理限制，舰載雷達對貼近海面飛行的目標存在一道天然的雷達地平線盲區，通常在30到40公里左右。如果來襲的是傳統反艦飛彈，當它躍出地平線盲區時，雷達就能立刻截獲它的信號。但 LISM 本身同樣具備優異的逆蹤修行，表面塗有雷達吸波材料，並且在飛行全程保持絕對的電磁靜默。這意味着，即便它越過了地球曲率的盲區，防守方的雷達依然很難在第一時間提取出清晰的反射回波。這就意味着，防守方的預警時間從原本充裕的幾分鐘，瞬間被壓縮到了幾十秒。在這個極其短促的時間窗口內，長程和中程防空飛彈根本來不及完成射控鎖定與發射流程，整支艦隊只能被迫依賴近防炮或者短程防空飛彈進行倉促的末端攔截。而如果面對的是由2架 B2 投射的32枚 LISM 飽和打擊，這種被極度壓縮的反應時間足以讓任何一支現代化艦隊的防空通道徹底癱瘓。分析到這裡，我們可以明白，將 B2 改造成深海獵手並非一次簡單的更換飛彈。那麼美軍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節點投入龐大的資源去秘密重構一架即將走向退役週期的冷戰轟炸機？它的出現是為了什麼呢？既然 B2 與 LISM 的結合在戰術推演上如此致命，為什麼外界還會對這項秘密整合工程感到疑惑？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非常現實的機隊規模問題。目前美軍現役的 B2 轟炸機僅有19架，在應對大範圍、高烈度的遠洋海戰時，這樣機隊基數不僅難以維持高頻率的出擊架次，一旦在突防中出現戰損，更是無法彌補的戰略缺失。既然 B2 已經進入服役週期的後段，注定要在未來逐步退役，美軍為何還要耗費巨大的資源去重構一架老舊轟炸機的底層射控與交戰協議？答案其實隱藏在下一代空中力量的部署時間表裡。這次 B2 的秘密改造與實彈擊沉演習，本質上是一場為 B21 突襲者逆蹤轟炸機提前鋪路的戰略試水。作為美軍下一代的主力戰略打擊平台， B21 的工程設定就是為了大規模量產，預計採購數量將超過100架。雖然 B21 在逆蹤塗層、開放式系統架構和電子戰能力上實現了跨代升級，但任何新裝備在形成初始作戰能力之前，都需要一套經過實彈驗證的戰術準則。通過在老一代 B2 上提前跑通逆蹤載機加被動智慧反艦飛彈的資料鏈，工程團隊相當於在真實的海洋環境中完成一次高成本的技術排雷。這不僅讓現役的19架 B2 瞬間具備了威懾敵方水面艦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為未來上百架 B21 預先打磨出了一套成熟的遠洋獵殺模塊。當上百架具備洲際航程、高戰場生存率的 B21 逆蹤機群正式接管防線，並配備 LISM 飛彈進入廣闊的大洋陣圍時，傳統的海戰形態將被徹底重塑，爭奪制海權的載體將不再局限於水面神盾或航母戰鬥群，依靠逆蹤轟炸機群從防區外發起的多軸向飽和式精確打擊，將成為干預遠洋拒止網絡的核心力量。而 B2 的對手準備好了嗎？好了，關於 B2 升級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
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你認為 B2 還會再次獲得加強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